遠方就可以看到這個北阿爾卑斯山，很有夏天清涼的氛圍。瓦萨比呢，其實是這個安潭也非常有名的名產，山城小鎮的感覺，超適合拍照。昭和 Little 樓的咖啡廳也是有一定的地位，超級漂亮，然後整個視覺享受。Your Japan starts here. Let's go JP.com. 早安，我是乐吃够日本的优衣，我是乐吃够日本的七。我们今天来到了长野的穗高車站，好漂亮哦，超级漂亮！哎，七，你有来过长野嗎？我只有来过长野冬天的白馬滑雪啊。对，很多人其實知道長野都是因為它冬天有非常多大型的厲害的滑雪場。對，但是呢，其實日本人最近很流行來長野尋找日本味的夏天，因為這裡呢，其實到7、8月左右也是30度以下，遠方就可以看到這個北阿爾卑斯山，也就是這個上高地那一個地方，離這些避暑勝地都非常的近。所以我們這趟旅行就要帶大家來到這個穗高車站的安潭野這一區之外呢，還會帶大家到幾站車站之外的這個松本，也就是長野的第2大都市，聽說那裡有很厲害的國寶可以看，所以我們馬上出發，走 ，Go Go！ 超愛日本夏天。喜歡日本旅遊，愛吃日本美食，想看觀光列車與四季美景，快訂閱我們，記得開小鈴鐺，接收所有通知，才不會錯過新影片。位於長野的安潭野市呢，其實就在長野第2大的城市松本市旁邊，坐落於北阿爾卑斯山的山腳下，以壯麗的山景和清澈的河流聞名，因此也有日本小瑞士的美稱。春天的時候可以欣賞鏟雪的山頭，夏天綠意盎然，是人氣的避暑勝地；冬天的話又是一片雪白的大地。如果想前往安潭野，可以從名古屋搭乘信濃號或東京搭乘特急列車阿茲薩號前往，約3個小時直達穗高車站，車票加指定席是7170日元，一天只有1班車。錯過的話，也可以先搭到松本，再轉大密線前往，或到新宿搭乘高速巴士前往，約3個半小時，4500日元，再轉大密線即可。那我們現在呢，來到穗高車站對面這邊的是遊客中心，因為你就想說，那我在穗高車站要怎麼移動？其實這邊的話就是可以租車，從松本那邊租車呢，我再開過來這邊玩也是可以。那如果你不想要租車，其實在車站對面這邊就有像這樣子的，很像公共腳踏車可以租，就有點像台灣的 U-Bike。那其他操作方式我覺得蠻直覺，就是拿手機，然後掃描車子後面這邊都有每個的 QR code， 然後下載 App 之後呢，登入手機的付款方式，然後他就會先收你押金是2500塊，看你用幾個小時去扣款的方式，一天12個小時，最多也就是收你1500塊，就是騎滿12個小時也只要台幣300，就超級便宜。優衣醬，你在拜哪一位神明啊？我其實是在求姻緣啦。哪裡可離？距離剛剛穗高車站騎腳踏車大約5分鐘的距離呢，就可以來到這邊阿爾卑斯山脈的總鎮守穗高神社。這邊呢可以求的可多了，除了姻緣之外呢，前面也有看到一棵超大的400年的大杉樹，聽說摸它呢就可以祈求身體健康。其實呢，這個神社身為總鎮守，它其實規模非常的大哦，有分3個宮。那其中一個宮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上高地的明神湖畔那個非常漂亮的鳥居。其實呢，這邊呢才是本宮。那來到這裡真的是太漂亮了，一抬頭看，全部都是又高又直的這個樹，再加上楓林，非常有日本夏天的氛圍。那你幫我拿一下那個攝影機，我要去求了啊！哦，好，我有這個需求。OK， 氣趕快去，好，快點，趕快，姻緣不等人，姻緣。要到了，哦，哇，好漂亮！天哪，好漂亮哦，太美了，好美哦！这條路就是我們現在正在前往這個我們下一個點大王山葵瓦薩比農場的路上，必經之路。後面的那個山好像就是阿爾卑斯山，其實就是那個嘛，上高地跟黑布利山，就是在後面那一個在裡面。
我要去海邊，去長野。大家看到這一株歐歐的了嗎？有沒有覺得它的造型很像什麼？沒有錯，這個就是 Wasabi。那我們現在呢，已經來到大王 Wasabi 農場。Wasabi 呢，其實是這個安潭也非常有名的名產。這邊的水質非常的好嘛，就是從山上面流下來的這種雪水，特別適合 Wasabi 來種植。就是 Wasabi 需要很好的水質，所以這邊呢種出來的 Wasabi 特別的好吃。這一間大王 Wasabi 農場其實已經開業超過100年以上的歷史。那現在整頓成非常漂亮的樣子，後面可以看到這些黑黑的棚子，下面種的全部都是 Wasabi。來到這邊，當然就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要來品嘗 Wasabi。好，那大家一定想說氣去哪裡了？沒錯，氣已經去幫我們排這邊最厲害的一家餐廳，叫做永水腐飯。排到了，我們刚剛排了30分鐘有吧？終於，這家店真的超人氣的。對，那他們家的特色就是腐飯套餐，然後一定就是旁邊有这個 wasabi，是新鮮的，对，你們有看過一整根這樣子的可愛的 wasabi 嗎？其實我原本不知道 wasabi 長這樣。這邊是可以自己磨，然後很可愛，而且是產地直送，是信州 soba， 然後也是這邊必吃的。信州的這個 soba 好像聽說就是蕎麥香特別濃。對，因為它也是用那個，我要聞什麼根本就沒味道，就是它也是用那個雪水做的，所以這裡有超多很有名的soba店。哦，等一下，我已經聞到那个香味了。我有聞到。有一種就是青草香。其實它的質感有一點像山藥哦，然後就會像這樣。好香哦。怎麼樣？會辣到流淚嗎？怎樣？很像哎，跟一般的真的是吃起來不一樣嗎？完全不一樣，因為它這個吃起來真的會有一種清香的味道。它雖然很嗆，可是就大概是一下下，大概1-2秒，然後呢，你就會可以感受到其他的這個柴魚啊，然後蔥跟那個海苔全部 mix 在一起的香氣。而且聽說它這個腐飯也很厲害，因為就是用這邊山裡的湧泉去煮出來的飯。它一吃下去，先是那個清爽的感覺，之後慢慢咀嚼，它就有那個蕎麥的清香，然後從你嘴巴這樣散發出來。现在在体驗這個划船的行程，那它就是那個黑澤明導演《夢》的電影裡面的一個場景，你看超級漂亮。它就是可以清澈的看到池底的樣子，水草啊什麼的都看得非常的乾淨。在這個大王農場裡面呢，還有這一條河道有一個橡皮艇汽船的體驗，然後我剛剛已經去幫大家體驗過了，我覺得超級值得推薦。那它整個過程呢，就是不用預約的，人滿6個了之後，它就會出發，然後它就會發給你一個槳，要先很認真的划船到上游，然後才會順着那個河流，然後悠哉的往下滑，然後那個時候你就可以看到超清澈的水草，然後波光粼粼的那個畫面，在映着那個樹，我覺得超級漂亮。它大概體驗時間是20到30分鐘，然後大人一個人是1600塊日幣。但是來之前可能要先上網看一下今天有沒有開船，因為它有時候會公休，然後它有時候樹比較低的時候，然後你還要這樣子穿過去，然後就覺得很有那個叢林歷險的感覺。對啊，而且我還蠻喜歡這種動態的活動，很可以划船，而且是很認真划，手會酸的那一種。如果你不划的話，後面還會有那個教官會說：“嗶嗶，前面那個姐姐你的槳沒有在動哦。”我剛剛講到一半，然後等一下，記得頭上突然有一隻毛毛蟲。哦，那個我搭船之前，他有說最近就是這個毛毛蟲的季節，然後但他說不會怎麼樣，但如果有怕蟲的人，可能就是不太建議這個季節。Oh my god！ 等一下，我要把它幫你了。好，來，先拍一下，先拍一下，它很毛哎。
氣，我們怎麼騎一騎就已經坐下了？因為覺得有點累，剛騎了25分鐘來到現在這邊。那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地方，其實是有點像一個綜合購物商場，尤其是唐吉訶德啊，或是蒙貝爾可以購物的地方。但裡面這邊竟然隱藏着一家很厲害的，叫做阿茲米多，也就是安壇堂的一個賣鄉土料理的地方。對，裡面都是很多歐米亞給可以購物。這裡呢，我們就是推薦大家一定要來體驗一下。你在這邊現買它的這個鄉土料理 Oyaki， 你就可以現場直接烤來吃。我們剛剛已經烤一個不小心太熟了，这是烤焦面包。這邊有很多的口味可以選擇。那它這一個是 Premium 信州牛的口味，那另外一个的話是。是我選的手把皮的，然後它是做甜的，就是蕎麥皮，然後裡面有包這個南瓜，它這邊有超多種皮的選擇，有薄皮、五穀皮、信州小麥皮、蕎麥皮，而且買回去可以用微波爐加。他說大概微波30秒左右就可以吃了，方便。好，我覺得我需要你你這麼燙哦？不是啦，焦的是你的，不是我的。我跟你烤焦一點是對的，因為變成它有3種口感，就是外面脆的，然後中間那皮是軟的，然後裡面那個是綿的，甜甜的南瓜。我覺得我這個信州牛的也非常好吃，因為它有加上這個信州的味噌，然後牛肉是做成絞肉。整個醬就是這樣甜鹹的，然後風味非常的濃厚，然後口感上我覺得濕潤一點的，我覺得很好吃哎。因為有網友說它很像那個包子或生煎包，但我覺得口感不太一樣。而且它這邊呢還有這個免費的後機茶、福機茶可以喝，然後等一下去對面購物一下，然後我是不是就可以回家了？不行，我們還要去找大王。OK， 大王又是誰？好。這裡看起來很 chill 哎，Yui， 哎 Yui，Hello， 不要叫我起床。請問你在？這裡太舒服了，我想要一輩子都躺在這裡。這個看起來超 chill 的椅子哎。其實我們剛剛又騎了30分鐘的腳踏車，回到了靠近這個穗高站附近。那這邊呢有一個鹿山美術館的地方，大人的話門票只要1000塊日元。其實這裡呢是日本非常著名的雕刻大師荻原守衛的這個美術館，裡面有非常多他的收藏品之外呢，也有其他的藝術家聯合展出。入口進來呢，馬上左手邊就可以看到它非常有代表性的這個類似教堂的建築。夏天的時候呢，這個門上面爬滿了藤蔓，都是綠色的。到了秋天會整個都染成紅色的，非常漂亮。這一棟叫做 Kuzuberi House，跟前面這一棟鹿山館的美術館，他們都是這個國家文化財，非常的漂亮，所以我覺得很值得一來。然後坐在我現在這一個特等休息席。這個角度非常符合人體工學之外，往左手邊一看，前面又有平交道，會有一些小電車經過，太有氣氛了，好舒適哦，完全就是日本的夏天，走路就可以到，哎，超方便。现在来到的是穗高的溫泉區，那這邊呢各地就是有很多溫泉的旅館。那我們今天呢幫大家選擇的是免費的足湯，無料です。今天呢因為有騎腳踏車運動，所以剛好呢來泡一個這個足湯，就很舒服，剛剛好哎。但是我最在意的是你後面那個到底是誰？你是說這幾位人嗎？他是那個安壇野這邊在地的一個八面大王。這八面大王呢，在以前呢，聽說是一個當地的妖魔鬼怪，然後法力非常的強大，然後常常會造成當地人民的一些古物啊，或者是人身的危害。然後後來呢，就有在地的正義人士把它就是擦之後呢，然後藏在就是安壇野的每個角落。在我們早上那個瓦薩比農場，它後面好像有一個叫大王冢的地方，就是它其中一塊就是放在那。那我猜這邊可能附近也有它的一個一塊。怎麼辦？我在你講，大家會想要來嗎？但是到底泡起來好不好？舒不舒服？很舒服哎，我覺得這個溫度應該有個41、42哦，人體溫度計。對。然後它是那種無色無味的。
天然的溫泉。而且一路上來的時候，因為它就是往这個北阿爾卑斯山脈這個方向來，所以沿路上那個山超級漂亮，真的是聖光哎，讚！推薦大家來這邊。好厲害啊！好啦，快要餓死了，很餓呢。对，趕快去吃飯。其實我們現在呢已經搭大密線，從這個穗高站回到松本市區了，來吃這一家長野的名物，它就在松本城附近，離車站也很近，走路就到了。然後來到這家店呢，一定要吃他們的長野的名物，叫做山賊燒。其實山賊燒呢，就是跟卡拉給不同，卡拉給是小小塊的炸雞，它是很大片的炸鸡，吃起来就是會很豪邁，就像山賊，然後大口吃肉的感觉。对对对，因為它叫做托利亞給，托利也跟這個偷取的這個有諧音梗的感覺，所以就叫做山賊燒。我發現這一家一步它裡面有超多的這種信州的酒，要不要喝？要不要喝？好了好了，來一杯。我覺得信州酒不是也很厲害嗎？沒錯，說到信州的酒，因為呢這邊很靠近我們早上去的那個阿爾卑斯山脈，這邊都有很多的雪水，再加上溫度終年就是可以維持在一個比較涼爽的天氣，所以呢這邊的酒非常的好釀造，水質又好，所以一定很好喝。那我們呢有一個日本清酒的愛好者，就是我們的氣，今天就讓氣來喝，那我就喝拿馬比魯，因為比較弱一點。日本酒大好き。今天真的是。お疲れ様です。好，天哪，趕快喝大喝一口。不行了。哦，不一樣哎，跟台灣的 whisky 哦，真的完全不一樣。台灣 whisky 比較濃烈，哦，覺得可以，順口順口。好，那我們趕快來大口啃肉。いただきます。いただきます。哦哦。這個分量真的不一般呢，好大哦！這個我覺得有跟士林好像大雞排有的一拼，比臉大雞排。對，剛剛上菜的時候，老闆娘有跟我們說呢，就是這個他們已經調味好了，所以希望我們就是慫的媽媽直接吃。它的雞皮炸的超級無敵的脆，咬上去就跟餅乾一樣，而且不是酥的那種，大家應該都有聽到。然後我覺得它的肉的調味也非常的好，裡面的肉非常的嫩，然後皮外面就是那種椒鹽的味道。這一道台灣人真的是有給過，對，因為它裡面的調味是用信州味噌，然後還有那個薑跟蒜，就會是台灣人喜歡的那種五辛香料的味道。有而且好像就是炸法也很講究，是什麼鍋兩次粉，就要維持這個酥炸。那我們一起 ASMR 嗎？好。那我來吃吃看這個馬肉，信州的馬肉刺身，很軟嫩哎。因為我原本想說馬肉不是每天在摳肉摳肉的烤嘛，應該會比較硬。可是沒有哎，你就跟牛肉不相上下。來這邊信州也是大家可以來點點看他們的馬肉。吃飽喝足，你是不是想說就可以回飯店睡覺？對啊，我們不是要回飯店了嗎？沒有，其實松本身為這個長野第2大的都市呢，晚上有非常多可以逛街的地方，像是我們住在那個車站附近呢，就有阿魯皮口一大棟可以逛之外呢，這邊還有唐吉訶德也是2-3層樓。然後現在在這個地方就是我們的伊柚好朋友，因為他的這個超市開到特別的晚，有到11點，馬上就看到，那個是什麼？哪一個？那個？我要買這個，這啥？我們早上在安壇也沒有找到的，它就是阿茲米諾安壇野的 Nomu Yogurt 可以喝的優格，信州產的牛乳，而且還是農協出的。然後呢，70%的生乳使用，純度很高。來，我們要買回去喝，一人一杯。嗨，加一個。好，大家晚上不知道要去哪裡的話，可以來這邊。那我們把購物逛街地圖放在這個熒幕上，大家歡迎截圖。訂閱我們的頻道，開啟小鈴鐺，就能接受最新的日本旅遊影片通知哦。第2
二天的一大早呢，我們就來到了車站，走路3分鐘的這一家開了70年的咖啡廳。那這家咖啡廳它其實超級受到日本人的喜愛，它厲害到全國都有在販賣它的這個嘎加嘎加，也就是扭蛋，可見它在這個昭和 Little 樓的咖啡廳界是有一定的地位。那我們今天就點它最厲害的一些品項，像這間咖啡廳最有名的就是它这個摩卡咖啡冰淇淋。它上桌的時候會拿這個非常復古的咖啡杯，交叉着把這個咖啡跟牛奶倒進去，超級漂亮，然後整個視覺享受。這個也是摩卡咖啡的咖啡，然後這個是咖啡這裡一上桌的時候超浮誇的，看到就很清爽的點心。然後這個的話就是摩卡咖啡的蛋糕。那这个咖啡味很浓还蠻生培的感觉。漂浮通常不是都是黑咖啡加香草冰淇淋嘛，它是摩卡冰淇淋加拿鐵這樣的感覺。因為我以為加的冰淇淋會很甜，結果不甜。啊，你現在拿的這個是？我又不適合這種優雅的場景。2種口味的冰淇淋。哦，加那個是奶油，中間是奶油，但它的鮮奶油還挺輕盈。我覺得咖啡凍也很有黑咖啡的香味，但不會過濃。作為甜點的點綴，我覺得蠻棒的。但是其實如果你想要吃鹹的話，你跟我們一樣是早上的早餐時段來的話呢，你可以用便宜的價格加個幾百塊啊，然後呢就可以直接吃到像是歐姆蛋或者是吐司啊，或者是荷包蛋這種的，早上就大滿足，活力滿滿。好，那我們吃飽早餐，現在要來逛松本城這一區最值得逛的一條街之一，叫做中町通，其實是松本城以前的城下町，作為這個戰時儲備糧食用的倉庫。那這裡呢，白色2排的建築非常的有特色，保留以前老街這種風味之外，也有一些特別的建築特色，例如這樣一格一格黑白交叉的，叫做海森磚。之前這一帶有被大火燒掉之後，他們重新建築就建了這個防火又防潮的海森壁，然後看起來又很可愛，超適合拍照。從頭端往底端走的話，就可以一路都看到後面很高聳的山城小鎮的感覺，但是又是在市區。來這邊走走，除了有很多有特色的這種玻璃啊、杯杯盤盤的日常生活日雜好物之外呢，還有很多好吃的美食。感覺這種老街就會有那種在地特色小吃。好，那我們來走去看看。Go！其實呢，這一區附近有很多這樣子的店家，都非常有味道，大家可以來走走逛逛。然後我剛剛還發現，這邊其實有很多類似青旅啊這種在老宅裡面的住宿，所以大家如果呢住宿想要訂在這邊，我覺得也會非常的有味道。但是呢，因為松本城其實到冬天就會特別的難訂這個飯店，所以這時候呢就比較建議大家可以到松本車站附近那邊有很多的這種商旅類的，會比較好訂一點點。所以就是這個小知識點，好跟大家分享。買到了，然後這一間呢，在這個中町通上面非常有名的叫竹豐堂的栗子專賣老店，對，開了超過100年的歷史了，很厲害耶。這家店呢，它是主打它使用100%的日本產的栗子，所以呢風味是特別的濃厚。一般都吃銅鑼燒裡面是紅豆餡，它這個裡面就是外表看起來是銅鑼燒，但裡面滿滿的都是栗子，而且是吃得到栗子顆粒的那一種。好，那我這個叫做歐布姐，它就是一個栗子的改良式的，把這個銅鑼燒的表皮做糊啊糊啊的。好，那我們馬上來吃吃看。好期待哦！我這個好糊啊糊啊哦！我的是對，就是小叮當，完蛋，那個年紀透露了。我覺得我這個餡應該是跟你一樣，我覺得吃起來像台灣糖炒栗子的那種翻炒過的香氣。而且我這個的話，它裡面還有加一點這種薄薄一層奶油，所以吃起來這個味道非常的中和。那如果你喜歡吃這種像是海綿蛋糕皮的話，應該會比較喜歡我這一款。這個就是很經典的那個銅鑼燒的皮的味道，然後我覺得偏甜一點點，可是它的內餡有感覺到真的是放超級多栗子的顆粒感，就是現在都很看得到。這個我給10分，我喜歡，我認為蠻好吃的，我也喜歡。
呱呱，自來也大人。這是哪一出？後面怎麼有這個青蛙啦？好可愛。那我們現在來到中丁通旁邊呢，其實就是夾在這個松本城跟中丁通之間，有一條這樣子的神手通。這邊很厲害哦，它其實是這個附近的神社的一個表參道，逛起來非常的有味道。我自己覺得比中丁通要再更古老的这個街景一點。然後上面的店呢，特色就是很多青蛙。对，超級多哎。其實旁邊女鳥羽川呢，以前非常的乾淨，有很多的青蛙會呱呱呱，就是夏天的感覺。但是呢，後來就是隨着城市發展，這個河流裡面的青蛙就變少。那這邊的居民為了讓青蛙回來，在這個女鳥羽川岸邊的這條老街上面，大大的立在這邊，所以就把這邊命名為青蛙街，就也希望可以活絡這個商圈這樣。對，因為凱旅也是有這種回來的感覺嘛。是，對。那也可以去這個四柱神社參拜一下，就在這條街上。好，那我們逛完街，離剛剛我們去的神手町跟中丁通很近的一個地方，大概走路在5分鐘左右，就可以到我們松本最重要的這個天守閣，也就是日本5大國寶之一的松本城。它跟一般的天守閣不一樣，它整個幾乎是漆成統一的顏色，也就是黑色。那這裡呢，其實是豐臣秀吉的家臣石川氏在500多年前所建造。它外觀一看起來好像有5層，但其實呢，裡面坡度非常陡，隱藏了6層樓。構造呢又是全木造的，所以呢做工非常的精致，所以被稱為國寶。那其實松本城呢，不止早上很漂亮之外呢，晚上它365天都會點燈到晚上10點。所以呢，我們昨天來看的時候真的是超級漂亮。它不止城本身會點燈之外呢，旁邊這些仿燭光的燈籠非常的有氛圍，難怪日本人都喜歡來這邊約會。昨天看到很多小情侶。那聽說呢，登上去它的頂樓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阿爾卑斯山跟整個360度的松本城的景色，所以我們馬上進去看看。國寶松本城的門票是1300日元，向官網買還能現省100日元。城內的話，樓梯最大坡度可以高達61度，又陡又窄，爬起來真有穿越古代的感覺。據說是為了延緩敵人的攻城，因此建議大家如果要來爬，一定要穿着輕便的服裝。爬上第6層隱藏的展望台之後呢，松本市街和北阿爾卑斯山的山景盡收眼底。最後別忘了抬頭看一下屋頂上的26夜神，當地人相信呢，正是這一位守護神，才一路庇護着松本城躲過戰爭和火災，經歷100年依然屹立不搖。那大家，我們來到松本，絕對不能錯過的就是松本市立美術館。看我們後面這個充滿點點的設計風格，大家有想到誰嗎？我知道，來搶答，草間彌生，沒有錯。這裡松本市其實也是草間彌生的出生地，所以來到市立美術館外面，這個非常好拍，也充滿他個人的設計特色。那其實美術館裡面呢，還有一些常設展，大家如果有機會的話，也可以進去走走，吹吹冷氣。那我們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等一下還有一個很精彩的景點要跑，所以呢，今天我們就在外面拍拍照。這個景點推薦給大家。好。下一站我們要前往市區內就能俯瞰松本市景的國營阿爾卑斯山公園。不過這裡可不是一般的公園，不止免費入場之外，還有超多好玩的設施，被不少當地人稱為是松本最好玩的公園。從松本車站旁邊的巴士總站搭乘公車，大約20分鐘左右就能抵達，單程是370日元。不過一天只有2個班次，畫面上的時刻表，想去的大家趕快截圖存起來。太美了，這個景好誇張，很像 P 圖有沒有厲害？在這邊看到的景跟你在大城市登高啊，比如說你去一些晴空塔看到的，完全感受不同，不一樣，非常的開闊，然後都是田地，然後可以看到我們松本市區，然後對面就是阿爾卑斯山，對。那北阿爾卑斯山呢？其實如果你是冬天來的話，這整片大地都會是雪白色。那如果你是初春來的話，它的山頭就會像布丁那種感覺，上面有白色的焦糖，對，就非常的漂亮，像瑞士明信片。所以其實大家也會說北阿爾卑斯山就是小瑞士。還有這整棟都是母溜啊，太棒了！來到這一棟不能錯過，還有樓下有一個綠綠的東西，你要來去看一下綠綠的東西。好。
德拉波吉，德拉波吉是什麼意思啊？在我們來到这個國營阿爾卑斯山公園裡面呢，它有一個這麼大的吉祥物，這一隻叫做德拉波吉。它就是一個長野縣的傳說中的巨人，它的本體呢其實是一個類似山神這樣子的存在。那以前的人相信呢，松本市區那些松葉坪的地方，就是這位巨人踏過去之後所造成的。而且他踏過去之後，就會產生一些湖泊啊，然後沼澤啊，讓大家可以有力耕種，所以算是一個很好的神明守護神的感覺。他踩過的地方会有花，那是皮克明的感覺。拜拜，莫走，拜拜，拜拜。哎，很快哎！哦，还有个山丘，然后它中间会经过一些森林的绿地，然后下來之後，這邊周邊就是紫陽花，然後它是自動會把你拉上去，我覺得很讚哎，完全不用自己拖上去。好可愛，好多天竺鼠車車，他們在睡覺。洋洋也在睡午覺，好悠閒哦。那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地方，就是從 Dorimu Costa 再往下走一點點，就會到這個小動物之森。這裡有很多小動物可以餵。然後，那其實，在我們這個拍攝時間點附近呢，它準備要開始福利埃廣場，可以跟小動物近距離摸摸餵食它們的這樣子的活動。剛好是活動開始的前一天，太可惜了。我也好想摸它。真的，這些動物我覺得看起來都被照顧得非常的好。其實沒什麼味道，對不對？然後這一區又是完全無料，所以我覺得帶小朋友來的話，去剛剛那邊玩一下 Dorimu Costa 之後，再來這邊看小動物，完美的行程。很棒哎！這整個公園其實花費超級低耶。對，花費最高的就是我買的，所以什麼時候紀念品？手速有夠快的。好，那我們這一趟長野的夏天安潭野松本的行程結束了。我們這一趟不只搭到當地的這個大密線，在田野之中奔跑的火車之外，還搭到阿茲薩號，還有那個我們的汽船，還有腳踏車哦。對，但是呢，我們這個走安潭野的行程，薩斯岡尼就是有一點的累，有一點認真的踩腳踏車。但是呢，如果想要租車的話，其實在這個松本車站前面，就是可以直接從松本這邊，然後直接開車到安潭野那邊去玩，也是可以的。好，以上的這個行程推薦跟規劃，我自己覺得非常的實用，大家一定要把這一支影片存起來。喜歡我們影片的話，也請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那我們下次見，拜拜。大家好，我是吉田社長。想看更多精彩 MV 或是日本旅遊相關資訊，記得訂閱吉田社長 Japan TV，多多支持我們哦！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沒反應，哎，他好像不想理你哎。他來了，好像馬，是羊吧？你學得蠻像的哎，他有反應哎。